打开你的 Edge 浏览器，把百度设置为默认引擎，在地址栏随便输入一个关键词，按下回车搜索。此时查看浏览器最上方的地址栏，你会发现在链接中多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tn 等于叉叉叉。即使不设置搜索引擎，打开 Edge 启动时设置，把打开页面设置成百度之后，在每次启动 Edge 时，你都能在地址栏看到这串字符。而使用其他浏览器进行同样的测试，则完全不会有这种情况。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百度加 tn， 能找到这样一条百度的官方文章。如果在地址栏中发现了 tn， 说明你遇到了劫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 tn 到底是什么？又是谁劫持了我的浏览器呢？ tn 其实是百度的推广码。假如我有流量入口，又正好想要赚钱，就可以找百度合作，之后我就能得到这么一串字符。在用户访问百度的时候，只要地址栏中有这串字符，就说明推广成功，我就可以从百度获取到对应的费用和利益。回到Edge身上，我使用多个虚拟机、多台电脑、多种系统进行了测试，结果都发现了同样的情况，那就很有可能说明劫持Edge的就正是Edge自己。使用 HXD 打开 Edge 安装目录下的 msh.dll 文件，搜索我刚刚获取到的推广码，就能看到它确实存在于 Edge 的代码中。于是我简单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解决方案。第一种办法是使用百度的时候，在域名后面增加一个-index.html， 这样就会识别不到网址。第二种是在电脑设置中把地址修改为非中国的其他位置，甚至是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，也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到此整件事情就比较清楚了。微软联合百度，或者为了推广费，在中国大陆区域拦截用户请求，强行加入推广信息。那么被加入推广码对我们用户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？据我个人不负责任的观察，含有 tn 的链接广告是要多于正常链接的。而除了拦截用户请求之外， Edge 在其他方面的操作我也认为有一些有待商榷的。就比如说偷窃其他浏览器的数据。如果你首次打开 Edge， 会看到这样一个页面，一般人很有可能是直接点确认并继续，但如果仔细看，就会发现上面有一个默认打勾的选项。而如果不取消这个勾，那么 Edge 就会在你使用的时候随时随地的从其他浏览器获取收藏夹、密码、历史记录、cookie、标签页等等内容。即使你取消了，它也会在后续使用时弹出各种样式的弹窗，千方百计的替你打开。如果你某一次没有注意看，就非常容易中招。即使每次都注意看，也仍然没有用，因为 Edge 会在某次更新之后一不小心就自动打开此设置。那么为什么 Edge 这么执着的想要其他浏览器的用户数据呢？这我就无从得知了，或许是为了用户使用方便吧。那如果你不小心打开了这个功能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在 Edge 的设置中找到个人资料，选择导入浏览器数据，关闭掉每次启动浏览器时导入浏览数据。当然，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功能，也可以在这里手动打开。除了拿其他浏览器的数据， Edge 还会修改其他浏览器的设置，尤其是默认应用的设置。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把各种文件的默认应用设置为其他软件之后，又被 Edge 全部重置成它自己。而当你不想用 Edge， 想要下载一个其他浏览器的时候， Edge 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你。先是在你搜索的时候告诉你不建议使用别的浏览器，因为 Edge 更好用。如果不听劝非要下载，它还会强行弹窗。我使用和谷歌 Chrome 相同的技术，功能还更多。这个小弹窗甚至还是优化过后的，因为它曾经有这么大。哦，对了，搜索的时候那个横幅其实也是优化版，因为在某段时间搜索 Chrome 的时候，它会直接调用 AI 给你写一个全是自家广告的小作文。面对比较出名的浏览器时，这是弹窗骚扰；面对一些小众浏览器时， Edge 更是不客气。有的抱怨被阻止了下载，有的抱怨被阻碍设置默认浏览器，有的干脆怀疑被动了手脚。因为无论如何优化，在无人系统上的资源占用都始终高于 Edge。除了阻止你使用其他浏览器， Edge 诱导强制你使用 Edge 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。除了各种各样花里胡哨让人意想不到的弹窗，微软甚至发明了一种叫做 Microsoft Edge 的协议，并把它绑在了系统的角角落落以及微软全家桶上。点开这些协议的链接，不管你默认设置的是什么浏览器，都会直通 Edge。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，而即使用尽手段推广，似乎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。在2024年年底，市场占有率甚至跌破了 13%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对于一个强制安装、无法卸载、使用各种弹窗推广、捆绑全家桶还有广告的软件，我们一般会怎么称呼它呢？有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其实我想对Edge说，你的很多功能真的挺好用的，没必要这么折腾。
扮演好一个趁手的工具，喜欢你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至少很多功能我是非常喜欢的。好了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喜欢 Edge， 要怎么把它从电脑上删掉呢？在 GitHub 上有一个叫做 Remove MS Edge 的项目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是雪梨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